大家好，这里是大妈的多重宇宙，我就是大妈，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啊！今天继续读邱元老师的《乱世迷因》啊，还是到第二章的第145页开始。今天看能读多少页啊？这书非常好啊，但是它的细节太多，这个用眼睛默读的话会无意当中会跳过很多，所以我干脆就逐字给大家通读一下，尝试通读，很多字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念。好，开始。道光末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随后10多年，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的两湖、前皖、苏浙地区反复拉锯争夺，这些地区正好是南方戏剧的孕育发源地。江南的苏州、杭州、扬州这几个梨园胜地，更是屡遭兵祸。太平天国还没镇压下去，捻军又在北方黄淮流域和大运河沿线风起，战乱前后延续20余年。乱世不仅对南方的戏曲造成冲击，还对南北文化交流造成阻隔。南方的戏班子进京闯天下、跑码头、跳龙门，是从明朝开始的常态。戏剧文化的地理变迁趋势一直是南方影响北方。就算是你皇帝不收江南伶人，那老百姓也得看戏。但是因咸丰和同治年间，长江和黄淮流域全是战乱地带，南方戏班子难以北上，导致民间交流和流动商业演出两种途径也近乎旷废。道光之际，洪阳起事，苏昆沦陷。苏人至京者无多，京师最重苏班，一时技师名伶以南人占多，自南北隔绝，旧者老死，后者无人。这个时代背景给京剧的形成提供了绝好时机。南北阻隔让已经在京师扎根的各种杂戏能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独自发展，互相融通合流，加快本土化变革，越来越有京城地方特色了。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情趣又给京剧形成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咸丰帝和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都特别喜欢京城杂剧中的皮黄腔。具体是哪种杂戏，虽然缺少相关证据考证，但也没必要一定再去追究，因为在咸丰初年，在京城能站住脚的各类杂戏早就是互相借鉴，而西皮二黄正是京剧的基本唱腔形式。今天笼统地说徽班进京是京剧诞生的标志，更像是强调文化起源。京剧实质的诞生和发展是在19世纪中期的咸丰年间才开始的，因为最高当权者的过分热衷，使他在晚清末年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迅速实现后来居上，一举成为梨园花布的翘楚，由此也对宫廷戏剧演出产生影响。在清朝中前期，无论苏州织造选送入京的名人教习，还是内学太监，他们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御用艺人，不会为其他人演出。一旦被选入宫，就和太监一样，这辈子就出不去了，一直到唱不动的那天为止。此时的内廷诚意非常纯粹，也让南府这个皇家剧团能排演出一些只有皇帝才能享受、外界看不到的宫廷独家剧目。到了晚清，因为裁撤名人教习和天下动乱等原因，南府也和此时大清朝的国事一起走下坡路。统治者转而采取下诏让民间伶人进宫的方式，内廷应承变成民间著名伶人随时听旨，奉召入宫为皇家表演。处在观众的角度去看这个变化，就是宫廷戏剧与民间戏剧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皇帝看的和老百姓看的是相同伶人、相同的戏，略有些与民同乐的色彩。处在表演者的角度，进宫能给皇上唱戏，让西太后、老佛爷赏戏，还有什么事能比这种经历更有话题性？内廷承应成为伶人最看重的成名方式。说的再直白点，在那个还没有成熟报刊传媒配合宣传的时代，内廷承应
无意中就充当了最显赫的造星机器。只要您能进关给首长做汇报也表演，从此以后就在梨园行里拔了头份，一举成名成角了。伶人都把进宫看作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能赶上好运气的都是千里挑一。他们为了在皇帝和太后面前邀宠争风头，演出时都要拿出十足的功底，教义飙戏，绝不敢偷懒耍滑。这对喜剧演员精于钻研和京剧的迅猛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京剧戏班的班主中心制也是在这种形势下催生出来的。名伶被捧成明星，在社会上产生名人效应，然后同行们都认识到跟着这个人混饭吃比较有前途，哪怕他吃肉我们喝汤，也能保证一日三餐饱肚饱啊。于是大家众星捧月一般，心甘情愿推举他当班主，随时随地以老板敬称。戏班内分门别类，各显其能，各管一摊，音乐、剧装、剧通、戎装、盔箱、经历、交通，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工作身份定位和黑纸白字的酬劳协议，组成成熟的商演团队。包括酬劳标准的制定，都向班主比照看齐。假设班主包银是全年200两银子，那么现在贵班聘我做头路角，那我要求的包银待遇是班主的5×5厘，即55%。作为文化软实力，不能缺少硬件条件，先具备肥沃的土质和充足的养料，才能供植株茁壮成长。在明清之际，追捧昆剧和京剧的主力爱好者都来自上层社会的权贵阶层。说昆曲和京剧属于仙界，就是因为发扬和开创这两门舞台艺术的动机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而是卖力取悦处在金字塔最顶端的统治者。清代戏剧兴盛的发展趋势始终呈现出由上层建筑引领潮流的姿态。康熙皇帝喜好昆曲，于是多少北京人乱学姑苏语。这出自《玉红草堂集》，无下口号。这是乾隆帝既喜欢昆曲，更喜欢京腔。京腔并非京剧，是葛调在京城发展的变种。于是京城处处丝弦之音。作为19世纪中期才刚萌生雏形的新剧种，京剧并不具备太悠久的历史，却能在随后半个世纪迅猛发展，并上升为国粹艺术，更与晚清西太后那拉氏对其过度的痴迷分不开。戏剧演员身上的傲气根源也在于此，他们祈求的最高境界是让天子亲临，通过内廷应承，自认为具备通天之术，时时刻刻以贵族艺人、高级戏子而自称，自居出入皇城大内，时不时给皇帝唱几出戏，自己发挥好，又恰好赶上皇帝在兴头上，先赐些银两，再赏下些几个宫里的把玩物件，这可是御用款，在外面花多少钱你都买不到的东西。世上能有几个人有如此经历？哪怕只是在茶余饭后，凭此在熟人亲友面前吹个牛，也是重量级的谈资了。这种状态也导致一个后遗症：清代社会各界投入到传统娱乐行业的注意力和财富过分的集中在梨园行，给戏剧提供最优质的生产空间，留给其他娱乐行业的物质基础却极为匮乏。拢共10块钱，恨不得9块9都砸到戏园子里了，就剩下1毛钱，让剩下那几位硬着头皮分，资源分配极不均衡。娱乐行业存在的阶级差异也和社会金字塔一样，抬头仰望，越往上越风光夺目，俯首观瞧越往下越发偏冷阴穷。好，下面一段是凡间。属于凡间的娱乐活动，主要是一些以语言说唱类形式为主的职业曲艺表演。南方的评弹，北方的古书，汉人的小调，满人的插曲。最典型的是南北共有、满汉皆宜的评书。笔者的《茶馆之殇》一书曾用较多篇幅对此加以介绍。晚清时，京城的说书人都把生活在明末清初时的传奇人物柳敬亭认作祖师爷。他是江苏泰州人，曾经在
南明提兵大将宁南伯左良玉帐下做幕僚，清军入关，在江南找到他，把他送到北京给满洲贵族说书。柳敬亭为人圆润老成，他发现满洲贵族很热衷打听江南汉地的各类民风民情，目的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就投其所好，重点讲述前朝教训，以历代兴衰得失。以上这些关于柳敬亭的故事透露出一个信息：作为语言说唱形式的曲艺表演和戏剧一样，也经历过南北互相影响、大范围跨地域交流的发展过程。左良玉是带兵大将，显赫一时的大人物，他怎么能主动放低身段去青睐一个说书人呢？在黄中熙写的《柳敬亭传》当中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解释：宁南部之书，所有文集目下儒生设意修辞，远古正经，极力为之，宁南皆不悦。而柳敬亭深骠口熟，从伪象化套中来者，无不与宁南议和。左良玉是个行伍出身的粗人，没文化，不识打字，偏偏他帐下的儒生咬文嚼字，玩弄辞藻。柳敬亭正是从低层社会出身，说的都是通俗易懂的市井大白话，左大帅一听就明白，那多痛快，比那些满嘴直呼之类的臭聊酒强多了。以后哪也就别去了，干脆留在我这好好干吧。宁南以为相见之晚，使参机密，军中亦不敢以说书慕敬亭。柳敬亭身上表现出来的这个特点，随后也成为整个评书行当以及一切属于凡间的娱乐表演兼备的共性，平易近人，接地气。说曲艺平易，体现更多的是评价。江南的评弹演出时以两人组成双档的形式居多，一人弹弦子，一人弹琵琶。北方的古书同样是两个人，一人弹弦子，一人站着打板敲鼓演唱。评书就更简单了，一个人还没有乐曲伴奏，名副其实的一人吃饱一家不饿。他们对演出场地的硬性要求更低，不要求必须有舞台，搬把椅子来坐下就得了，哪怕连椅子都没有，找块空地往那一戳，站着说几个钟头的书，对于评书先生而言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这类表演能容忍比较低廉的价格，如前文所言，戏园子里的散座连卖座带卖茶，在道光年间的价格约为100文，处在同时期，茶馆听评书的费用是120文，就这个消费档次，不设包厢观座，子弟书随园乐里描述过生活在道光咸丰年间奇级艺人在茶馆里的插曲表演情景。到宣前见车马营门人烟浮奏，尽都是衣服罗仪文雅的非凡，也有那大员子弟功勋厚，也有那老叟尊翁酒肉阴闲。到宣前见有多人拥拥挤挤，全都是来听插曲瞻仰思选。甭管达官显贵或平头百姓，到茶馆听书听曲，咱们都是平起平坐，可以暂时把贵贱之分抛一边。彼时评书播讲的内容分成2大路数，一路叫默课，即《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经存世的古典小说，里面是什么故事，有哪些经典人物，随便找个人都能说个子丑寅卯，在内容方面就已经没有潜力可发掘了。长篇大路照本宣科就成，能否吸引观众全凭说书人的口才与临场发挥技巧。还有一路叫道口，三侠五义、济公降妖、康熙爷微服私访，没有现成的实体原著小说，要么是虚拟的人物和神怪人物，要么虽然历史上有这个人，但情节都是说书人杜撰出来安插到身上的。把这2大路数一对比，道口的限制显然非常少，更利于创作者不断添枝加叶。最典型的例子是晚清郭晓婷的《济公传》，全传已有240多回之多了，后辈文人又补写2序、3序、4序，后传至2序、3序再续，反正连人带事儿都属虚构，慢慢编呗。用我们今天熟悉的电视剧举例来说，默课相当于长篇连续剧，从头到尾讲的是一桩出场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复杂的大事件，中间断1-2集没看，前后情节就接不上了。道口相当于系列剧，甚至于情景喜剧，
核心出场人物不变，但每集或者每个主题系列都是一个逻辑完整、内容鲜明独立的小故事，上下集或前后主题系列之间不存在剧情承递延续结构。两大路数发展到晚清，逐渐演化成两大一小共三类书。第一类书称作长枪袍带，有三国、水浒、瓦岗、隋唐、杨家将明英烈等大书，开讲后没3、2月就说不完。第二类称公案短打，包公案、施公案、海公案都算在内。第三类是神怪传奇，有《西游记》、《济公传》、聊斋志异》、《封神榜》等等。评书的门派套路与内容也由此彻底固定下来，正是我们今天依然在听的书。清朝北京，无论在北城南城，专营的书茶馆并不多见，而是掌柜去请先生。任何茶馆只要有先生驻场开书，把文昌帝君，也就是道教中主管文运武明的功名的神仙张亚子、周庄王两位大仙和祖师爷柳敬亭的画像都毕恭毕敬地摆进来，上香诵祝叩拜，再像送灶王爷那样焚掉，郑重其事地完成赞礼告示流程，就算是书馆了。掌柜们看到开书对生意大有裨益，也都乐意出高价盛情邀请最当红的先生。说书先生都把驻场茶馆称为穴，把自己奔波在不同茶馆从事商业演出的行为称为走穴。先生讲一部书控制在2个月之内，算一传。一家茶馆全年要请6位先生，说6传。茶馆掌柜为表示对先生有厚道敬意，在一传中有首尾不下账的规矩，即开书首日和末日的收入全归先生，茶馆分文不取，中间的日子双方按3期成分账。先生得大头，只有极少数最红最难请的先生，或者先生郑重承诺将上演独门原创新书，相当于新专辑首发式。遇到这2种情况才能达到28分账。说曲意尽人，是说表演时可以与观众随时展开互动，和梨园名伶相比，曲艺演员都能放低身段不摆架子，和他的粉丝亲密无间。戏剧因为是多人多部门配合的复杂艺术，要求表演严格遵循章法，戏本上的戏词儿是怎么写的，演员到台上就得怎么唱，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行。直到如今的话剧也是如此。你今天心情好，在台上临时现攒了2句新词儿，好，这像话吗？对吧？您倒是舒服了，跟您搭戏那位可怎么办呢？这2句是哪儿蹦出来的？戏本上没写，师傅也没教过，让他怎么往下接呀？于是，在电影《霸王别姬》中，袁世清在后台见段小楼、程蝶衣，这是头回见面，可他上来就很不客气的直接给段小楼挑刺儿了。段老板，霸王回营亮相，到和虞姬相见，按老规矩是定然7步，你只奏5步，楚霸王气度尊贵，倒是威而不重，岂不成江湖上的黄天霸了？袁世清这么说可不是没事找茬，虽然他是个戏霸，但也的确真懂戏。这是对京剧表演的基本要求。清宫档案中也记录着大量内廷戏剧表演结束，慈禧太后对伶人的奖罚内容：上场人等以后上脚不准大岔当站着，小8字如若不遵守，拉下台就打。唱戏讲究程式演员到了台上就得有板有眼，照本宣科。别说戏词不能随便增减，包括穿戴行头和站相走位都有规矩守则。尽管要求如此严厉，唱戏也不能永远保证不出舞台事故。表演时一旦有闪失，被台下成百上千的观众看个现行，那就会哄喊道好，露怯出丑是肯定了。但演员不能立即给观众鞠躬致歉，戏可是不能停，他还得接着往下演。至于如何挽回名誉，那都是等散场之后再想办法的事儿了。相比之下，曲艺表演出现舞台事故的几率很小，里边2个关键因素：其一是人少，就那么1、2个人，
表演相对简洁，出错的几率自然就低得多了。其二是大部分曲艺节目允许表演者即兴发挥，与台下观众展开即时交流。像评书，听书的敬称说书的为先生，说书的也要尊称听书的为荀家。从这两个称谓就可以得知，二者之间是互动的，有立有驳，有问有答。说书的在书馆里现场表演，与听书的不过咫尺之间。观众里坐着一大帮以刨根问底为乐的资深荀家，台上的那位撒汤漏水说走嘴了，台下的立刻就能听出来，当场荀家现场揪住先生把柄，后者要么当即抓梗抖个包裹化解尴尬，耍个小笑料，就算是给前者道歉。大伙一看这位先生为人实在还挺机灵，也都心照不宣，哈哈一乐，就算饶过去了。要么待会儿大段书说完，一五一十说清楚了，真要是自己说的不对，也甭嫌丢人，赶紧舍下脸来承认。大伙也都知道，往那一戳站3个钟头，其实绝不轻松。说大段书不容易，瑕不掩瑜嘛。有点闪失差错也在情理当中。不仅是评书，诸如相声都以表演者与现场观众展开互动为特色。相声有个行话，抓现梗，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把各种戏曲和评书、相声这些曲艺表演都放在一起，对比他们的不同特点，就会有个非常好玩的现象。戏曲追求的极致是千篇一律，从一而终。同一出戏连续上演100场，戏剧演员追求的效果就是第一场和第100场要一模一样，尽量做到分毫不差，就好像在放录像。如果100场全都不一样，那就坏菜了。同行和戏迷都要说风凉话，你这是唱戏来了还是丢人现眼来了？评书相声则完全相反，追求的是千变万化，随机而动。一个段子说100遍，要让观众每次都能听到不同的内容，每次都能咂摸出不同的滋味和新鲜感。徒弟不会抓现梗，师傅就会认为他不是学艺的资料。我教给你什么你就说什么，一个字都不带改的，怎么一点机灵劲都没有？你这脑袋是榆木疙瘩长的。除了评书和相声，插曲、手彩手彩也就是魔术等与曲艺表演也都要求演员灵活应变，与观众展开现场互动。说曲艺接地气，是因为门槛低，受众群体更为广泛。戏曲不是谁都可以欣赏的，要求观众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没有感悟理解能力，俗话说那就是看不懂。有些戏曲对观众文化素质的要求还很刻薄，像昆曲就在雅上面过于追求极致，以至于曲高和寡，把自己折腾成一门小众艺术。但是曲艺一定要做到雅俗共赏，还用评书来解释。评书低廉的观赏消费决定了它的观众群体主要集中在社会中下层。说书先生想吸引人，讲故事就得深入浅出，说话通透明白才行。除了讲故事，评书更要讲道理，尤其待人处事与安身立命的做人准则。在文盲占总人口比例超90%的那个时代，社会中下层是个人口基数庞大的低文化素质群体，大部分人不识字，不具备读书的能力，只能听书听曲儿。说书先生讲故事让他们开眼界，讲道理又能让他们通晓人情世故，让这些人交口称赞，心悦诚服。因此说书人在底层老百姓当中很有威信，后者把前者称作先生，可不是随口说的客气话，而是的确带着郑重的敬意。久而久之，说书人在底层百姓中极具人缘。意识到评书的作用后，连官府都很看重，认为说书先生是教化群盲的评烟博学家，以至于对评书另眼相看，不再把它当作普通的娱乐表演节目，而是社会思想教育课。优秀的评书先生，其表演时的场面已经不亚于戏园。同样在道咸年间，北京城出了一位著名评书艺人石玉坤，他是一位才学过人的创作型艺人，甚至被认为是继柳敬亭之后评书界新一代宗师泰斗。其人听众专门写过针对他的子弟书《评坤论》，描述他在茶馆演出时的盛况。多人出入如蜂拥，我暗猜疑听书何故往来评？进辕门一望，
园中车卸满，到棚内遍观茶座过千人，挨场而周围书桌多大佬，靠墙根远居，莫作少年人。似我这布衣还是自歉不如，唯莫爱清音雅调无安身处。正着急寄入宝山，焉肯空返？幸欲为相熟，屈作把凳头云，才知纷纷出入应无座。忽说先生来了，立刻就闸门。这个场面极富生活气息，很有画面感。甭管是高低贵贱，成百上千观众都欲挤进来。专门往前坐的是大佬，也就是资深询价，一个个排除杂念，竖起耳朵，就等着待会儿一开书，只要抓着先生的画柄，当场开火就发问。少年人是还没什么阅历的孩子，也没那么深厚的听书功力，就坐在远处看热闹得了。我自己来晚了，茶馆里早没地方，幸好万幸啊，碰见一个熟人，挪挪屁股，好歹给我匀出一个板凳头来。忽然间气氛就骚动起来，原来是说书先生到场，茶馆掌柜吩咐伙计赶紧把门闸上，也就是关门，别再往里放人了，再进人就要挤出人命来。关于评书曲的内容，笔者在茶馆之殇里已经讲述很多，不再赘述。接下来就说一些在茶馆之殇里没有讲过的有关传统娱乐行业里仙界和凡间存在的一些特征符号。在这些特征符号中，有些直到现在依然盛行，甚至规模与力度还有所扩大。还有些在当时是铁打不动的公理准则，但放到现在就已经是封建守旧，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早就被摒弃了。首先是道德宣教，仙界和凡间构成传统社会娱乐行业的正统内容。所谓正统，简而言之就是合理还合法。合法照章纳税，本分经营；合理不被人伦，不伤风化。笔者后面还要讲地狱和桃花源，这两都不一样了，一个不大合法，一个有损于德行，就不是正统娱乐活动。我们今天听一些经典评书和传统单口相声，在没入正火正书之前，一人说闲话的那个阶段，如果稍加留意，时常能听到一个词儿——高台教化。一些表演时作风稳健的老艺人担心观众不能理解这四个字的含义，随后还会补上两句。我们书里说的这些故事都是教人学好，劝人向善。这些言辞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文艺作品要有端正的思想内涵，要有教育意义，要产生正能量，要对观众起到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明清两朝是君主专制社会，对民众的思想前置更为苛酷，已经不单是审查，而是直接插手文艺作品的创作。这两朝都不是成熟的法治社会，而是人治体制。体现在文化审查方面，就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依据和尺度，是宽是严是轻是重，全看当权者的好恶标准与心情。明清初年和清朝中前期，文化领域都经历过高压管控阶段。在朱元璋洪武年间和朱棣夺权后的永乐年间，这对父子帝王都颁布过针对娱乐演出内容的限令，如洪武6年2月颁布这道诏书：诏礼部深敬教坊及天下乐人，勿得以古先圣帝明王忠臣义士为优戏，违者罪之。意思就是说，以后凡是帝王将相题材的戏都不允许演了。是明朝建国之后第一道正式的禁播令。永乐时代，朱棣直接凭武力夺权，此人性格残暴，以极端血腥的手法强化了这道严令。永乐9年7月初1，刑科给事中曹润呈上一封奏书：今后人民昌庸扮演杂戏，除依律神仙道办，义父节夫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敬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架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咏应卖，一时送法司追究。朱棣看过奏书，立即下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5日，都要干净将副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到清代，对文艺作品的审查管制就和清代的文字狱类似，
在乾隆时代达到顶峰。乾隆对包括戏曲在内的文艺作品的干预，都集中体现在一个改字儿。这也是明清两朝文化审查制度在实施过程当中的指导思想。所谓改，有2个侧重点：鼓励和禁毁。在封建礼教的意识形态体系下，正统思想就是颂扬忠孝节烈，凡是教唆老百姓当忠臣孝子、贞洁烈女，以便学得文武艺或与帝王家为核心内容的文艺作品，会得到官府的赞扬鼓励，被传为主旋律题材。反过来，凡是被认为属于会淫会道的文艺作品，就是禁毁题材。淫可以简单理解为淫邪，但这个盗可不光是偷抢做强盗，而是包括了农民起义、江湖会党等一切犯上作乱与官府对立的反政府组织和其从事的暴力活动。官府的逻辑是，这世上免不了有官逼，但不准有民反。在理论上允许老百姓上访告状，在行动中绝不允许老百姓上房揭瓦。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戏剧和评书作为最受清代统治者看重的正统娱乐活动，经过皇帝和各级官僚部门的直接积极干预，创作出大量吻合官僚意志、得到官方主推的正统文艺作品。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对3大名著的改编。中国古典小说有4大名著，但因为《红楼梦》是在清中后期才出现的，所以当时就只有3大名著。清代皇家倡导的宫廷戏剧有很多直接从3大名著取材的内容，但当内学伶人给皇家表演这些宫廷连本大戏时，在戏码上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名字，因为都给改过了。尤其是《西游记》和《水浒传》这2部小说有很多描写造反作乱的情节，属于毁禁内容。孙猴子大闹天宫这段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如今就叫闹天宫和大闹天宫，既准确贴切又明白易懂。但是在皇权专制社会就不行了，这名字分别是对犯上作乱表示赞同，对妖猴造反给予肯定，所以清朝宫廷戏剧就改叫安天会，表明拥护天庭、支持玉皇大帝的立场。光改名字还不算完，对情节更要做删减修改。安天会只演到孙猴子搅闹蟠桃宴、偷吃金丹，玉皇大帝派天兵天将下界捉拿妖猴，双方私斗难分难解。观音菩萨举荐灌江口二郎神前来助战，孙悟空与二郎神斗战，先被哮天神拳咬住了小腿，又被太上老君抛出的金刚镯击中，遭到生擒。安天会也到这里分寸恰到好处，全场戏到此就结束，表达出明确的主题思想。这妖猴的气焰再嚣张，闹腾的再邪乎，终归还是被捉拿归案了。讲述了一个官府多个强力部门一起行动，打击邪恶势力，巩固自身政权的故事。咱们都知道，故事到这其实还没讲完，高潮部分还在后面呢，但不能往下演，因为情节太反动了。玉帝让天兵天将把妖猴绑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剁，又让南斗星君以神火微烧，雷部正神雷击，竟然不能损伤妖猴的半根毫毛。太上老君又把妖猴投入八卦炼丹炉，749天之后，妖猴不但没有被烧死，反而炼出了一双火眼金睛，更加神用无比，蹬翻炼丹炉，打上凌霄殿，玉帝老儿被他赶得抱头鼠窜，狼狈至极。要是把这些内容演出来，那不又成了给妖猴歌功颂德的闹天宫了吗？这是在赏谁的威风，灭谁的志气。这不是讽刺官府不仅治不了反贼，还要被反贼灭掉？我看这大清国迟早是要完了。经过对比，我们就能看出差别。安天会是官府强烈推荐的题材，闹天宫是必须列入禁毁名单的反动题材。按照同样的思想，《水浒传》改叫忠义玄图，里边讲述强人造反的内容更多，但结果是被朝廷招安，过程虽然很反动，结局还算应景。官府就要加以引导，贬低洁身正刚的晁盖，肯定满口招安的宋江，反对聚义，褒奖忠义。《三国演义》改叫鼎治春秋，这部小说因为有拥流反曹，
宣扬正统论的核心主线，所以得到官府的高度赞誉。尤其关羽这个人物更拔高到忠义无双、亘古一人的关圣帝君，直接封神了。对关羽过分尊崇的齐人，甚至把他引入到萨满祭祀神灵系统，称关羽为关马法。马法是满语爷爷、祖父、老爷爷的意思。到了晚期，慈禧太后更是一位改戏的能手，她不爱听昆曲，偏爱京剧皮黄，就把御医、宫廷画师这些人组织起来，在她的统一指导下改戏，将太医院、如意关中烧制文吏人全部宣至便殿，分班跪于殿中，由太后抽取昆曲原本逐出讲解指示，助人分记词句。退后，大家就根据所记忆拼凑成文，加以渲染，再成镜定稿，交给本家排练。清代统治者对戏曲创作的过多干预产生了很明确的不良后果。文艺作品既要有娱乐性，也要有人性感染力，达到既要让人开心，也要让人受教育，这种两者兼备的效果是最好。但经过当权者授意，甚至亲自参与指导的戏剧与评书，就不再是反映老百姓精神需求的文艺表演，而是统治者按照自己审美标准加工出来的，要求老百姓都来学习的教材，就类似于四库全书。在编撰这套大型百科全书的过程当中，清朝统治者出于政治文化方面的考虑，销毁或篡改了大量对清朝统治不利的文字内容，导致修书也是毁书。他们对文艺作品创作加以指导或授意的过程采取相同的做法，对老百姓加强道德教化，其结果就是改戏也是糟蹋戏。晚清出现的京剧很多剧目因为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过分强调宣教作用。尽管戏剧在物质上得到最大的财力投入，在创作思路和舞台表演形式上却非常僵硬，是一具漂亮的活僵尸。其次是杜绝淫邪，查禁淫秽奸情诱惑。当时所说的淫邪和淫性，比我们今天说的淫秽色彩宽泛多了，是指在程朱理学的治号下，一切与妇道相违的事物。简而言之，凡不吻合三从四德的女子，与其言行都会被打入淫邪。鲁迅笔下祝福当中的祥林草就是如此命运，丈夫死了，妻子就要当寡妇做贞洁烈女，一旦改嫁就被认为是有损于妇道。祥林嫂还不是主动选择改嫁，而是被婆家小叔子强行绑架，用类似于人口贩卖的手段强迫她与第二任丈夫成家。这么一个身不由己的人，汝镇上的人对她的态度却是厌恶多于同情，其他女子更觉得她身子脏，嫌弃她不能守节。礼教高压对妇女日常行为的道德约束，也影响到了娱乐行业。旧时京剧剧没有女演员，一切女性角色都由男旦饰演，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这是一个逐渐由宽到严、由慢到急的查禁把控过程。明朝虽然在一开国就推崇礼教，统治者开始对女艺人唱戏、唱曲、演戏、唱曲做出种种限制，并没有把这道门彻底关死。从始至终还是有不少女戏子和女乐工的。清朝当康熙在位中期，也有很多女戏女乐。康熙第二次下江南之后，时任苏州织造的包衣旗人李系意识到皇帝很喜欢看戏，还在江南物色一些年轻女子，请名师调教声色，打算择机护送进京，讨皇帝欢心。康熙得知后不仅不反对，还挺高兴。但从康熙中期之后，文化思想风向突然急转，对女伶女乐的相关县令越加严厉。首先从宫廷戏剧开始，康熙专门下旨南府与景山两处内学与外学禁女戏，舞台表演所需的旦角一概让内学太监饰演。到雍正尤其是康熙继位，随着清朝国力达到顶峰，乾康盛世的表象之下，最高当权者出于加强对民众统治的需求，展开对民间思想的钳制和对文艺作品的审查。清朝官府对文化界读书人和娱乐业艺人的各种管束禁令，就在此向严、快、重加速趋近，对文艺作品的管限力度达到极致。正规娱乐表演中的女艺人在乾隆继位之后彻底封禁，凡是还有女伶的戏班都会受到各种限制。比如说
一律不许到京城和各省首府要冲及繁华所在之地演出。在京在外有江央歌角坠名婆、土伎、刘昌、女戏、游唱之人，容留在家，有职人员革职，照律治罪。那为什么还会产生淫色呢？简单解释，就是当时对淫的界定过于宽泛了，做出实际行为的、表露出私人感情波动的、会在言行与思想中对人教唆诱导的，都可以挂在淫的范畴。因此产生了太多没有异性的异性诱惑。比如思凡这出戏，男旦扮演小尼姑，表演现场绝没有什么脱衣服对着观众抛媚眼等等大尺度内容，问题出在戏词里的大段独白。小尼姑年方28，正青春，被师傅削了头发，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换水，见几个子弟游戏在山门下，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瞥着他，他与咱，咱共他，两下里多牵挂，冤家怎能够成了姻缘？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撵来倒，锯来解，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哎呀，由他。这段戏词反映了人物角色春心荡漾的内心活动。尼姑是出家人，见到俊俏男郎顿生红尘杂念，而且角色还表达出即便明知会受到严厉惩罚的后果，也义无反顾的要释放自己情欲的决绝。这一切还是内心活动，尼姑此时只是偷偷的想，还没有做实际行动。但是这种表现个人隐私情感的戏剧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淫词荡曲。他在舞台上的直接感官并没有色情，但戏词独白充满诱惑力，明确表露出对男女之情的渴望。官府和各路理学家君子们就认为会让人想入非非，不服教化管教，就把这出戏视为淫戏。类似的《牡丹亭》《西厢记》这些反映男女爱情题材的昆曲名段，在清朝中期就被列入官府勒令禁演的淫戏名单。但统治者虽不许百姓点灯，自己却时常放火。就在清朝打着会淫会道旗号，不允许民间看淫戏之时，官廷戏剧表演却时常以类似内部放映的形式频繁上演这类受到禁察、毒性非常大的反动戏剧。清宫的记录文档中保留了丰富的证据，像嘉庆24年10月在宫廷上演剧目的名单当中，就有佳期、考红等数个源自《西厢记》的选段。戏剧舞台禁女伶，限制女观众进戏院看戏，这些行为是集权社会下当权者利用封建礼教智库民众在政治文化领域实施高压专制统治的表现，甚至比文字狱还要典型。局部丛谈当中记录过一件趣事：京师向禁女伶，女伶独胜于天津。庚子，联军入京后，金陵承监入都以演唱，回銮后复力禁以。京师一向是首善之地，官府颁布的各种禁令在京师执行的最彻底，但是在外地，距离京城越远，集权高压就逐步稀释。到了晚清，清政府的集权统治已经明显弱化，北京的戏班里虽然还不敢招女伶，不远天津就已经有了。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狼狈西逃，清朝官僚机构被洋兵击垮，高压集权与文化压制暂时消失。天津女伶戏班趁机赴京演出。1902年1月初，慈禧与光绪帝两宫回銮，清廷重新建立统治秩序，禁令就又开始实施了。女人演戏受限制，女人看戏同样受限制。有句知名度很高的老话：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用普通民居四合院解释，大门就是正门，二门是分隔前后两院的垂花门，内院是这家女眷日常起居的地方。家里的男仆和到访的客人未经主人允许，不能随意进出垂花门。这句俗话也并不夸张，在那个时候，
严格恪守三从四德的良家女子，就是既不能随便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在自己家里面也只能局限于后院。在这么逼仄的生活空间，自然是既没文化也没有眼界，才会产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结果。戏园子就是公共场合，女人怎么可不可以去看戏呢？会不会违背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约束呢？答案是行，可以去，但要看什么时候、什么身份。旧时以乾坤代表雌雄，凡是可以招待女客的娱乐场所，换个说法就是卖坤座。在清朝中期，皇权专制、集权统治最强势的时候，坤座一度在京城戏园绝迹，戏园只允许进男观众。到晚清，管制逐渐松动，开设坤座的戏园逐渐增多。北京城里有些性格泼辣又喜欢听戏的奇人妇女，经过男扮女装的方式进戏园子。反清革命戏里的著名女义士秋瑾也采取过类似手法，这些都是不可法也不守妇道的。既守法也符合妇道的方式也有，但是必须经受诸多限制。里面有两种典型，其一是名门大家女子，由家里的仆人丫鬟陪护着，坐车或坐轿子拉开排场看戏。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戏园老掌柜和伙计就会陷入既无比兴奋又极为担忧的矛盾心态。兴奋呢，是出于生意人邀名图利炒作噱头的心态，好家伙，这可了不得，咱们这几场戏大火，连大宅门女眷都惊动了，到咱们园里看戏太有话题性了，瞧吧，今天这场戏散了，最迟明天后这件事必然自有成，名声遍传，逢往来的人还要多，上座率还得涨，这回咱们的银子赚海了去了。而担忧呢，是害怕被那些卫道士老夫子们说闲话招惹出人伦败坏的骂名，为政权居然都不顾体统了。胆敢诱引良家大户女子到戏院观戏，男女共处一室，男人口鼻气息出入必然会被女子吸入肺腑，一旦皮肉衣袖偶有撩碰，更是有碍男女大方，真是丧风败俗。作为生意人，离戏园掌柜心眼多，对策也多，遇到大户贵族女眷来看戏的情况，通常会这么处置。掌柜要亲自走出戏院，提早在门外等候。既然是贵客来了，他如果还站在柜里不动窝，那就显着态度很轻慢，待客礼数不周，恭恭敬敬的迎上，春风满面甜言蜜语，但他不能和女眷直接交流，这是非礼造次，而是和陪同来的管家或贴心仆人交流，主要的目的是跟对方讨要一张名贴，也就是名片，同时要偷偷扫对方女眷几眼，掌握一些基本的信息。年纪大的估计是老太太或正室夫人，年纪轻的可能是千金令院或者是偏房小妾。先弄明白这是谁家府上的女眷，再推测一下大致什么身份，尽量知根知底，他心里才踏实。一旦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至少他自己能把事儿说清楚撇干净了。然后掌柜亲自到前面引令，把这家女眷带到早已定好的2楼包厢。往2楼走的这条路必须让伙计临时清理出一侧的楼梯和走廊，就是跟贵宾专用通道差不多。此时戏院里其他男观众不许走这道楼梯过道了。包厢也要经过特殊处理，朝向舞台中心凭栏看戏的一侧必须挂起纱帘，就跟垂帘听政似的，作用是阻挡视线，不能让戏园上下2层的男人看到这个包厢里的女眷，让女眷隔着纱帘朦朦胧胧的看戏。把女眷安顿好了，戏园掌柜和伙计再恭恭敬敬退出包厢，临走之前还得跟管家留下客气话，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小的。在包厢提供的服务内容当中，各种酒饮果盘小吃都是由伙计一席接一席的端上来再撤下去。但是当包厢里坐了女眷，伙计就不能大大咧咧的迈腿进来了，更不能和女眷直接过手，而是要候在包厢外，把酒食餐饮交给管家，由对方接过再转送入包厢。此时包厢相当于一个临时封闭空间，戏园掌柜和伙计作为外人是不能随意进入的。大户人家的女眷来看戏，规矩就是如此麻烦。来看戏的良家妇女不都是大户贵妇，也不至于能摆出如此铺张的排场，但
戏园经营方出于对道德风化的顾忌，也不敢怠慢，最基本的安排就是卖给女客的昆座必须要和其他男客的作息隔开，有明确的隔离界限。戏完散场时，伙计赶紧督促男观众退场，男的都走了，女观众才能离席退场。类似戏园这种大众经营场所，非常看重男女大防的观念，一直保持到了民国。涉及的场合也不仅仅是戏园、茶楼和剧院，甚至连坐火车都会涉及这个因素。这种社会思想状态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像广和楼东家有王姓、马姓和丁姓三家，其中王姓既是股东也是掌柜，头脑观念比较保守，害怕因风化问题被人说闲话。晚清时，戏园里面开始接待女客，既然有人开头，就挡不住效仿者。前门外好多戏园的经营者看到昆座有助于提高经营业绩，纷纷跟风。广和楼东家也曾商量过这件事，王姓东家咬紧牙关，死活不松口。万一真有人拿这个说事往我们脑袋上扣屎盆子怎么办呢？惹一身腥臭还责不清楚，干脆甭管别家戏园怎么改良怎么文明，咱们家就以不变应万变，坚持不设昆座，不挣这份钱，这下彻底省心了。直到新中国成立，政府倡导移风易俗，在公共场所过分强调男女大防的风气才得到改善。还有一种女人也可以来戏园，没那么多的规矩限制，但场面声势却比大家贵妇还要显赫，这就是妓女。妓女可以这么自在，是因为她们的职业特殊性，既然不是良家妇女，可以不守妇道，三从四德这种约束对他们就无效了。不过妓女进戏园子也不能完全我行我素，而是要有一定讲究的。在晚清到民国北洋时期，社会上甚至把妓女逛戏园当成一景。如今的民俗与历史类读物极少有文字能讲述这里面的细节，笔者觉得值得在这方面略微费些笔墨讲一讲。妓女不是随时都能进戏园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时间。妓院经营者把他们当成摇钱树，拼命从他们身上赚钱，要求他们每天要多接客，行话叫挂客。如果挂客数量达不到要求，妈妈就会对姑娘们施加体罚打骂。因此妓女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并不富裕，通常是集中在一年里的几个节日，比如说每年阴历4月初8到15。京城高等妓院要组织姑娘去京东平谷的丫鬟山赶庙会进香。丫鬟山的道观供奉碧霞元君，俗称夸娘娘。碧霞元君在道教文化里不是很另类的女神仙，哪里的道观都有，但是按民间的说法，只有丫鬟山上的碧霞元君最灵验。过去5行8座还都讲究认个祖师爷，求个保命仙。京城的成人娱乐行业就把丫鬟山当成他们祈求平安的圣地，把碧霞元君当成保护神。4月初8是入夏不久，但这活动叫赶秋坡。4月初8至15指天下游僧必会，商贾符奏，其旁有地名秋坡，倾国妓女尽往逐烟，俗云赶秋坡。这出自《晚蜀杂记》。上香祭祀活动结束，姑娘们返回京城，妓院会主动组织她们去看戏，就当是1年1次最隆重的假期。旧时老北京话里管这个叫色节，不过色在这里不读色的4声，而是读骰3声骰节就是那个赌博里头那个骰子的骰啊。妓女有不同的身价档次，头牌最当红的妓女，虽然不是良家女子，但出勤的排场架势照样很阔气，很能摆谱。不管去丫鬟山还是回京听戏，全程都是租车，随行有老妈的伺候，还有大茶壶，也就是妓院的男仆，又叫龟公龟奴陪护，而且也是提前订戏园2楼包厢。区别在于，当妓女坐车到了戏院门口，戏园掌柜不会出来迎接，甚至他们都不在柜里盯班需要暂时躲避。他用这种行为表示自己与青楼勾栏女子没有过密的来往。里面的潜台词就是说，您各位可都瞧见了，我没主动请他，是他自己来的。本戏园绝不做伤风败俗之事，但不能不招待客人。他既然是来听戏的，那就是客，生意人怎么有关门拒客的道理？你给评评理，是不是这个理呢？掌柜虽然不出迎，但是会有伙计迎接，主要有2个原因：
一是因为高级妓女很能摆阔气，出手大方，伙计迎过来说点迎来送往的场面话，表现殷勤一些，随行的老妈子就会给赏钱。二就是替掌柜背黑锅，妓女是提前订好的包厢，肯定会有外人质疑掌柜，您刚才不是说你没请他来吗？那这包厢他是怎么订到的？掌柜就会解释，这可真不是我的主意，是我手底下出了个小王八蛋，趁我不在办的糟事儿，是我管教不严。具体是哪个小王八蛋呢？妓女来看戏时，伙计里面谁应出气就是谁。当这一天营业结束，掌柜私底下还要犒赏这伙计，最起码要说几句表扬的话。行嘞，要钱不要脸是吧？婊子的色儿钱都赚，你这个小王八蛋真是块做买卖的料。因职业原因，妓女还要随时物色时机，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姿容艳色，所以当她坐进包厢，也不要挂遮拦视线的纱帘。每到这个时候，戏园里就开始骚动起来，吹口哨的，叫写好的，假装正人君子，偷偷瞥眼角观察的，平时还能假正经的男观众，此时纷纷暴露出男性的本来面目。就算舞台上正在唱戏的是谭金培、梅来芳等顶尖艺人，也盖不住2楼那位名妓的魅力。名妓抢了名伶的风头，在这个时候，戏园掌柜也特别会装洋蒜，他表面上要做出一副着急担忧的样子，压住，各位大爷非礼勿视，斯文体面不可罔顾哎。其实心里边早乐开花了，哎呦喂塞，貂蝉都来看戏，太有话题性了，回头这一单传出去，明天上座率少说的得给我涨3成。高等妓女做包厢，俗称野鸡窑子的低等妓女，已经衣冠不整，身形憔悴了，戏园不会让他们进。还有一类妓女属中间层次，有一定姿色，衣着整洁，把自己捯饬得很艳丽。这种妇女通常会大模大样坐到1楼散坐，和各种嘴脸的市井之徒、闲散子弟搅和在一起，打情骂俏，抛媚放浪。这个场面可以说不堪入目，别说在当时，搁在现在也很过分。能把这路妓女放进戏园做到散座去，说明这个戏园的经营者比较见利忘义，这个道德约束不强。遇到这种情况，有些来看戏的观众发现气氛不对，会起身退场，还有一些会跑到2楼去，然后扒着杆栏往下瞧，去看下面妓女和那些纨绔子弟勾搭的场面。过去还专门有个词儿，称之为观下景，其中有双重含义，一来指空间位置是从上往下看，二来则是说看到的场面比较下流。清朝很重视通过戏曲和评书等文化娱乐活动对老百姓发挥宣教与娱乐导向作用。统治者自己甚至自己亲自主持修改戏本，但是皇帝的个人精力毕竟有限，不能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他需要有一个官僚系统代为传达和履行他的意志。在北京的北城有一个官僚机构叫步军衙门，负责治安巡查，捎带着也负责茶馆等场所文艺演出的内容监察。在话剧茶馆里，第一幕吴祥子、吴恩子就是从事这个工作的。这个职业到现在现实当中也存在，叫步军侦缉，就是特务或者说秘密警察。茶馆里如果有罔议国事、造谣惑众的刁民，就向常四爷有感而发，我看这大清国是要完啊，被他俩听见就给抓走了。说书先生要是言论不当，造谣邪说歪理煽动人心，也得被他们俩锁走吃牢饭。到南城戏院聚集的前门外地区，情况就复杂了。南城的行政划分和北城不一样，以前以前门外大街为界，西半拉归宛平县，东半拉归大兴县。北城步军有事没事也会过来巡查，人多乱，龙多汉，母鸡多了不下蛋。管事的多了，虽说不至于彻底不管事，但管事效率肯定也就低了。在看戏的过程当中，人的精神处在亢奋状态，再加上戏园环境嘈杂，通常会有人闹事儿。戏园专门设置弹压席，供步军侦缉和巡捕人员驻场，一般安置在靠近大门的地方。在演出开场前，所有进园观众都从他们眼皮子底下经过，起到提前告诫的作用。等戏开演之后，它又位于最后面，就跟坐在考场最后一排的监考老师似的，起到威慑监控的作用。相关法令执行起来也并不是那么严格，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官府断案都讲究天地国法人情，有法未必好使，执法也未必森严，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且漏。
圣旨下来了，上峰催逼又紧，就突击搞一个应付了事儿的治安检查活动，对戏园查得严厉些。这股风吹过去了，该糊弄事儿的就接查糊弄事儿，尤其是每到逢年过节，这个时候大家都好玩，很多戏园就会打擦边球，上演一些平时受限制的淫戏。官府则本着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原则，只要戏园知道些分寸，别太过分，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你能让我安安稳稳过个年，我也就让你舒舒服服做生意。还有一类艺人，在他们的作品里有各种出格言论，有不合法的，有不守德的，还有变着花样少儿不宜的，充斥着最直接的自然主义描写和感官刺激。但道德家拿他们没办法，官府对这类艺人也不怎么管，或者说不好管。这类艺人还常常以言行乖张著称，胆子奇大，出语惊人。晚清到民国初，就有一位相声前辈名家李德商，袁世凯当上大总统，预谋洪宪称帝的时候，他编过段子加以嘲讽。袁世凯得知后勃然大怒，就以诽谤大总统的罪名先把他抓起来打了一顿，再轰出北京城。这个处置方法非常失策。李德商挨完打，不仅不长记性，报复心还强，凭着自己嘴皮子继续在外地变本加厉的嘲弄袁大总统。他处在外，居无定所，官府还不好抓他。好，接下来一段是地狱讲到第三种晚清明清的这个娱乐状态了。地狱，李德商是相声早期八德之一，此时的相声还没有成熟的定型，难登大雅之堂。他大部分时间只能在露天场合落地卖艺，他是一个标准的江湖艺人，处在笔者接下来要说的地狱。李德商这种江湖艺人能如此放肆，原因也可以简单总结为2点。第一，在那个时候官府的行政效率不算高，再加上监控技术有条件的限制，对社会的管控能力也没那么严密，尤其对流动人口的寻访追踪手段严重不足。江湖艺人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随走随演，平地抠笔，就是说只随意找块空地，用石灰粉画个圈，让人围上来就可以卖艺了。行踪飘忽不定，官府很难监控他们的动向，不好逮。相比之下，唱戏在戏园，说评书在茶馆，戏班和说书先生与戏园茶馆经营者采取签合同驻场演出的运营方式，票房收入采用分账制，唱戏和说书都有长期固定的经营场所和人员团队，这就便于官府把控管理。如果戏班和说书先生因为唱淫词讲歪理被人告发，犯下官司，又提前听到口风跑了呢，那也没关系，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吴湘子、宋恩子他们还可以对戏园茶馆经营者追责，有乱党在你家园中排演傍戏邪书，煽惑人心，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为什么不报官？现在乱党跑了，拿你是问。第二，江湖戏人身上有股穷横劲，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越穷越横，浑身扎刺儿，让官府爪牙拿他们没什么办法。就连不许女艺人登台卖艺这套官府严令，对江湖艺人都不管用。笔者接着用作对比的形式来解释，就像茶馆里面常四爷、宋二爷这种人，在社会当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相当于那种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能得到普遍尊重和承认的中产阶级。他们又是旗人这种统治民族出身，还有一定的骄傲心态。这种人有家有业有身份，心中顾虑就很多，没事不惹事，出了事就惦记赶紧息事。吴湘子、宋恩子就是看准这种人的心理弱点，红脸白脸一起唱，连吓带哄，轻描淡写来一句过堂吃官司，就把他们制住了。宋二爷甚至都给吓哭了。可戏园里的名伶也有类似的心态，别看他是戏子，但当他走红成了名人之后，也有人怕出名猪怕壮的忧虑。我打小学艺，在苦海里扑腾这么多年，现在我红了，名声在京城叫响，总算熬出来了。现在我这条命就金贵了，舒舒服服好日子刚过几天呢，我还没活够呢，可不能得罪人摊上事儿，更不能死。如果有人讹我，宁可舍财免灾。相比之下，江湖艺人当中就有很多属于流氓无产者，无家无业，没牵没挂。从正面来讲，叫革命性最彻底，斗争反抗精神最充沛；要是从反面来讲，那就是豁得出去，舍得一身剐，敢于耍光棍。耍光棍是旧时流行于北京的江湖黑话，
意思不是说找不到媳妇儿，是指勇于以泛滥自残行事斗狠。两拨人马为了争码头打群架，或者说和官府对着干，甲方出来一位好汉，当面用菜刀把自己的一个手指头剁下来，全过程面不改色心不跳。乙方必须也得挑出一位好汉来做出相似举动或者代价更大的举动，比如剁两根手指。然后双方进入形势更加血腥的下一回合，谁先扛不住就算认输。这个群体本身已经处在社会最底层，所以他不在乎官府爪牙来收拾，无论你怎么打压我，我不可能继续往下出溜了。这种底层社会滚刀肉式的混混人物是极难对付的。如果程祥子、宋恩子之流扬言要抓他去坐牢吃官司，行啊，太好了，老子本来就饥一顿饱一顿，有了上顿没下顿的，现在到牢里逛一遭，一天3顿饭都有着落了。吴湘子、宋恩子拍系在腰间的枪套，威胁他要将他就地正法，他当即把脑袋伸过去，伸手指着自己的脑门，来看准了，往你爷爷这打，掀开天灵盖，万朵桃花复开。孙子，有种现在就法办了你爷爷，你要是光说不练，你就是我孙子。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浑不要命的。吴恩子、宋祥子、吴祥子、宋恩子是专门找软柿子捏的官府爪牙，碰到这种混不吝的人物也得认怂没辙。本来想威胁吓唬对方，没想到让对方反过来将了军，就只能威风扫地的干当孙子了。有个词儿叫招野啊，招是招堂官府，野是民间江湖。艺人和艺术作品也有招野之分，招就是主旋律主流，前面讲过的仙界和凡间，他们是全社会承认的正统娱乐演出活动，野就是非主流，到地狱这个层次就不是正经艺人和正规演出，而是民间艺人或者江湖艺人了。民间江湖这两个前缀定语本身就透露出一种不正规、得不到权威承认的语义，他们在源头、从业人员、身份来历、生存方式和运行规则等诸多方面都成天渊之别。就以收费这个最常见的操作来看，正统娱乐演出其程序是先收费后观看，观众不掏钱就别想进戏园子的门。对那些打算蹭做白厅的主顾伙计，更得软硬兼施把他往外面撵。这场戏看完了，要是观众觉得不咋地，烂片烂戏什么玩意儿，退钱退票。经理立刻把脸绷下来，您这是嫌不好看是吗？活该，赶紧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我这里从来就没看完了还退钱的规矩。再看地狱里的非正式表演程序，又一次呈现180度的逆转。江湖艺人落地卖艺是先观看后收费，而且他向观众收费还不是强制性的，要舍下脸来去求别人赏钱。各位大爷大奶奶，您身上要是带着点零敲碎打的闲钱，手头上方便富裕的，赏我个3瓜2枣。如果很不凑巧碰上个没事找闲茬的愣头青，有钱也不给，大爷我就是来白看的，你能把我怎么地？这个江湖艺人就毫无对策，先观看后收费，收费还不能强制，要低三下四的求别人打赏。这个流程不像是卖艺，倒更像是乞讨。事实也的确如此，江湖艺人有几类人组成，其中占比率最大的就是流民乞丐，靠卖艺维持乞讨生活，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底层群体，都长期采用过、充分发扬过的悠久传统。中华民族也不例外，说他们卖艺是个委婉称呼，准确的说是乞艺，就是乞讨卖艺。中国有很多地方的民间文化艺术，其最初创源都和乞丐有关。一些地方的小戏种和小曲小调，别称叫花子调、乞儿戏，也是因为其创始来源于乞讨行为。比如大名鼎鼎的凤阳花鼓，生活在明清末年的王溥在其著作《隐安所语》中曾对此有过专门的解释。江苏诸郡每岁冬，必有凤阳人来，老幼男妇成行，逐队散入民村落间乞食，至明春2、3月始回。其唱歌则曰：家住泸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10年，倒有9年荒，以为被荒而诛食也。然年不荒一来，行乞如故。明太祖时，袭苏松行嘉湖
富民14万户，以食奉养，逃归者有尽，是以脱盖遣回醒目探亲，习以为俗，至今不改。元末大起义时，好几支汉族地方武装势力在江淮一带割据，既反元，相互之间也时有冲突摩擦。其间曾并存过2位吴王，西吴就是朱元璋，东吴是指沿贩子出身的江湖泰州人士张士诚。虽然前者最终击败后者，但是江苏地方的老百姓很怀念张士诚，排斥江北起家的朱元璋淮西集团。朱元璋为打压民间的抗拒心态，就把当地10多万富户强迁到他的老家凤阳。凤阳是个穷地方，这些人因此落魄。明朝还实行严厉的户籍制度，不允许他们自由回迁，但他们的祖坟还在江浙故乡，没有钱财做祭祖路上的盘缠，只好在沿途路上乞讨卖艺。随着时间推移，回乡祭祖目的慢慢淡化，凤阳花鼓演化成单纯的流浪起义活动。类似的吴桥杂戏、星野耍猴、宝峰魔术，在北方广泛流行的莲花落，这些地域性民间艺术源头都和逃荒有直接关系，其内部还带有浓重的乡土血亲关联色彩。本地人多地少或土质贫瘠，光靠土里刨食吃不饱肚子，辛苦劳作一下，秋后打下粮食，交完租子就剩不了多少，扛不到来年青黄不接的时刻就得断顿，总不能在家里大眼瞪小眼的等着挨饿。当家的男人心头一横，带着三两大人和最年长的儿子闺女出去逃荒，这一走几个月，家里少了几张吃饭的嘴，能省出不少口粮，让留下来的那几张口好歹熬过去。逃荒的收益并不比种地更高，风险却比种地还高。漂流不定的流浪生活完全听天由命，一旦路上个灾啊病啊，毫无应对能力。但穷人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把逃荒当成种地之外的备选求生方案。一遇到欠收灾年或冬闲之时，三大妈捎上二老婶的四表姐夫，领着五舅老爷，整家整户全族出动，兵分4路8方，几乎一整个村子的人都出来逃荒要饭。既然是逃荒，那就是从穷的地方向富的地方逃。这么多乞丐集中在一个特定时期，灾年或者农闲时节，向数量有限的几个特定地点流动，在内部就会出现特定的竞争关系。首先是凭地域血亲关系认同感建立起来的丐帮，甭管穷人富人，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立规矩。假设某地某火车站广场附近消聚着以洪七公为首的一股本地丐帮势力，洪七公立过规矩，只招收附近州县的汉人乞丐，最好还是他的老乡，沾亲带故之人，值得信赖。某天广场上要饭的乞丐当中忽然出现2张新面孔，一个叫萧峰，一个叫苏察尔汉蔡苏察哈尔蔡洪七公对这2个不速之客就会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第一是这2个外来乞丐会抢本地丐帮的生意，第二是因为他们都是外族人，信不过。逃荒的经历久了，也摸索出经验来。乞讨的对象是施主，洪七公发现有2种取巧的方法，可以让施主掏出来的钱更多：拍施主的马屁，或者迎合施主的虚荣心，嘴巴甜一些，让施主高兴了，施舍钱物就多了。故意骚扰刁难施主，让施主产生急于摆脱纠缠的念想时，施舍财物也可能还会更多。针对以上2种情况，洪七公也想出2种相应的对策。首先，在丐帮内部展开才艺方面的专业业务培训，专研套话；其次是教唆各种下作犯坏的手段。当乞丐遇到久经世故、身大力不亏的成年男子，或者结伙出行的妇孺时，主要采取第一种手段，利用别人的怜悯与虚荣心，采取起义的形式。中国社会的传统丐帮，别看他们已经沦为要饭的叫花的了，但乞丐做人做事也并非毫无原则，也是要讲究一些江湖规则的。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强调自己吃开口饭，讨口彩。在乞讨时，多多少少要对施主展示一些才艺表演，打竹杠、
数来宝、太平歌词、莲花落这些民间说唱艺术，过去都是丐帮常用的才艺。哪怕这些都不灵，乞丐最起码也得会唱上2段喜歌，能念到整句的吉利话，通过这些手段讨施主欢心。更何况还有句话叫艺不压身，掌握的才艺越丰富，越能增加竞争力，在丐帮同行中的业务能力越强，这就是丐帮的规矩。一旦遇到单独出行的妇孺老幼，丐帮就考虑采取第2种方法。一个老太太到肉铺买了2斤酱猪头肉，半斤酱猪头肉，伙计给包好收拾得了，拎着回家打算给儿孙下酒吃，让洪七公盯上就成了他准备下手的目标。洪七公娴熟老练的凑过去，猴头一鼓，对准猪头肉啐一口粘痰。老太太先吓一跳，秀儿又被恶心坏了，气得扬手就往洪七公左边脸颊扇了个大嘴巴。洪七公一不跑二不躲，伸脖把右边脸也贴上去。呵，行啊，老太太手劲够大呀，够脆响，您别生气啊，我拿我这条命赔您这块肉行不行？你要觉得值，来，我再赏我这边一个。对于这种无底线泛滥的丐帮，老太太毫无对策。在这个事例当中，虽然笔者使用洪七公这个小说人物作为代称，但这可不是杜撰的故事，而是旧时代底层群体的真实经历。流民乞丐的历史发源比清军入关早多了，他们的存在也不受政治气候干扰，改朝换代对这个群体没有多大影响。毕竟无论到哪朝哪代，社会上都会有沉沦为乞丐的穷人。关老爷觉得这个群体有碍观瞻，只能暂时轰走，无法永远禁绝。按这个解释，他们和清朝应该没关系。不过就在清朝中期，雍正皇帝发布过一道谕旨，对此后直到晚清与民国的社会的江湖行当产生了长久的影响。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叫年希，时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他的父亲就是雍正继位初期的兴福宠臣年羹尧。雍正元年3月，年希给朝廷上奏，请求除获晋陕2省越户的贱籍。这些越户的祖先就是明朝初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成功之后受到残酷政治迫害的那些建文遗臣的家眷。不仁不义篡权夺位的是燕王朱棣，坚守政治立场不投降的建文遗臣才是真正的忠臣。朱棣把这些人处决，再把他们的妻女家眷发入教坊司，名为越户贱籍，实为官妓。年希称这些人都是忠义之士的后人，却世代相传酒席建业，身陷越籍，政府严禁，沉沦到此，无由自兴。他请求雍正帝开豁他们的贱籍，让他们改建从良。雍正看过这道奏书，大加赞赏，压良为鉴，前朝必正。我国家化名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廉耻为先。此有伤风化之事，记忆革除。同时他还下令要求各省地方官员自行检查，若有类似贱民，一律准许出见为良。于是其他各省督巡大员纷纷上表。同年7月，浙江巡盐御史戈尔泰写了奏书，称浙江有被划入丐籍的惰民。广东的地方官员不久也上奏朝廷，说闽粤沿海河湖一带也有很多一辈子生活在船上的荡民，这些群体也是贱籍，皇上您好人做到底，把他们也都除获从良了吧。雍正是清朝帝王里的异类，清军入关后的10个帝王9个是戏迷，唯有雍正不好这口。当然为应付一些场面活动，对外表现出包容大度的态度，他没有明确把戏剧从宫廷活动中禁绝，但这个人对戏剧没有主动兴趣。清代戏剧发展史在乾隆盛世那个发展最迅猛的时代，居然出现一个短暂的断层期，正是雍正在位时代。这就是他当皇帝的年头不算长，前后不过13年，这个断层才不至于发展成一道无法逾越的大峡谷。雍正不止颁布过对越户废贱为良的政策，还实施过清代最严厉的禁渔令。康熙末年为政宽松，导致官场吏治废弛，官僚腐化，贪享奢靡。
雍正继位之后就开始下重手改革，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整治和官场有联系的戏曲行业。前面提过，从明朝开始，扬州的富商流行养戏子、续私家戏班，这个风气到了清朝，也影响到康熙时代的官场。很多到江南苏杭上任的地方要员也流行养戏班子。这种攀比行为靠的是经济基础，商人好歹还可以说他的钱都是赚来的，官员只能靠贪贿，相当于助长不正之风。就在雍正2年年末，雍正下了一道旨意，不许官员再养戏班子，说外官蓄养幽灵，殊非好事，连申职起弊，非依仗势力，有害平民，则送于蜀原江参，多方讨赏，甚至借此交往，攀援生事。二三十人一年所费不止数千金，家有幽灵，既非好官。招督府不时访查，至督府提振。若家有幽灵者，亦得相互访查，指明密折奏文。虽养1、2人，亦断不可寻引，亦必即行文奏。其先有曾蓄养，闻此谕旨，不敢留存，即行驱逐者，免其具奏。继奉旨之后，督府不细心访查，所属府道以上官员，以其提振加州尚有私自蓄养者，或因事发觉，或被皆参，定将本省督府照寻觅不报之例，从重议处。这个议旨里字面上针对的全是官员，并没有提及富商。不过商人的政治嗅觉那都特别灵敏，稍有点蛛丝马迹就能察觉到朝廷的风向改变。商人也最会耍小聪明，得嘞，别等皇上指名道姓，我就先赶紧主动响应号召吧。于是扬州苏杭地区的富商也都不敢再养私家戏班，社会上的奢靡风气一下子就被刹住了。乐户体现的是对人身份做良贱之别。雍正把中国社会上有上千年历史的贱民风俗给终结了，这是很有进步意义的惠民德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历史功绩，但很遗憾，改建从良实施之后，正面积极的作用很有限，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却很明显。中国社会的固有文化特别看重人的出身阶级，中国人的平等观念淡薄，门第偏见却极为顽固，门当户对的思想意志可不止作用于姻亲婚配关系，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发挥着指导作用。别说清朝了，哪怕是当代社会，看人下菜碟式的人和事依然盛行。雍正可以实施权柄政令去规范人的公开言行，但无法改变人们的思想意志，而思想意志有着顽固的惯性，不会因为一纸政令的实施而被终止。虽然王法把你化作良人，但在我眼里，你照样还是贱种。政策的确是好政策，制定者的眼光也颇为前瞻，但是社会层次严密、阶级固化严重的专政集权社会，不会给好种子提供沃壤。它出现在清朝中叶那个人人生而不平等的时代，就显得过于超前了。还有一句带有励志色彩的俗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以督促人努力往社会金字塔的上层攀爬。但是想爬上去谈何容易，越往上晋升渠道越少，上升空间越窄，竞争更激烈，自己加倍努力都不一定奏效，还得要看是否能把握住机会，是否能得到高人点拨和贵人相助。反过来说，跌下来却特别容易，自己稍有闪失松懈，搞错发展方向或者错过最佳时机，就会摔得非常惨。摔倒再想爬起来也绝非易事，废建为良造成的副作用就此产生。虽然乐户在法律上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但能从底层爬上去的人寥寥无几，反过来社会其他群体阶层反倒是有更多人纷纷跌落到底层，良贱之间又没有界限了。无论是谁，只要在自己不随意的落魄处境中，都可以通过行乞卖艺的方式在最底层社会里混江湖营生。清朝中后期人口膨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更多的农民流离失所，导致沉落在金字塔底层的人越来越多，江湖流民的数量急剧增加。
这导致在流民乞丐当中还有一些群体，包括原来在社会上属于体面人的群体，因为各种原因沉沦到社会最底层，也被迫起义为生。这里面有残疾人，有因社会发展而遭到整体淘汰的旧行业的失业人，还有一些从专业做一行筛下来的半拉子艺人。残疾人起义最好理解，因为生理上的先天或后天残缺，无法从事正常人的生活，生存能力更弱。但残疾人从艺却时常能激发出比正常人更出色的表现，如著名乐师瞎子阿炳，在北方的情书、古曲等需要弦的伴奏的曲艺表演中，盲弦时甚至达到了自成一派的境界。失明的他们只能依靠听觉和嗅觉，长期的磨练培养出异常敏锐的听觉和手感，不仅可以凭一技之长为生，还凭借自身精湛的技艺，多多少少能获得外界的认同和尊重。落魄者里的典型是奇人，旧行业失业者里的典型是镖师。满洲奇人只要挑上缺，相当于今天的有编制，就有官府按月发钱粮。武艺稀松，玩心极盛，兴趣爱好广泛，对子弟书八角鼓和京剧颇有心得。大清国完蛋，铁杆庄稼没了，又没别的出路，八旗大爷只好把以前的文艺爱好当成谋生的工具。镖局是随着海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商品经济繁荣和远程异地汇兑业务增长导致了需求，在清朝中期出现了一个提供有偿安保服务的职业。他们的主要工作有两种：大宗贵重钱物的长途押运，权贵富豪人物的贴身保镖。镖局能做生意，必须要掌握有三应之称的社会关系：一，在官府有靠山；二，在绿林有朋友；三来一身硬功夫。镖师在衙门口和江湖草莽间都有人脉资源，黑白两道通吃，那是在无限风光当中还带着几分神秘感的高等职业。到晚清，世道变了，修通铁路跑火车，又有了银行，不必再请镖师押运现银。从海上来的洋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国门，朝廷挨打吃了亏，表面上也热衷搞洋务，又买洋军火，又练新军。镖局这个行当在清末明初遭遇断崖式衰败，最终在民国北洋时期被彻底淘汰。北方各大镖局的总号集中在京津和沧州三地，镖师大多都是直隶人，以今天河北沧州、武义、东光、深县这几个地方为主。这些地方民风刚烈悍勇，长期以来都有利用农闲时练武的习俗。镖师是这些土生土长习武农民当中的佼佼者。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出身于此地，这些人文化水平都不高，眼界虽然比一般农民要开阔，但主要局限在江户口，对外部世界大格局也是茫然无知的，更干不清外部社会对中国社会冲击造成的大逆转。年轻时心高气盛，风光无限，信奉敢挣就敢花，花完再去挣。别看收入挺好，但银子就是留不住，手头时不时还紧巴巴的，自己也说不清楚钱都花在了哪儿，一点长远打算都没有。突然有一天，镖局关张，镖师失业，想投奔大户做保镖，人家现在都找会用洋枪的，功夫再好，一枪撂倒。18般兵刃，样样拿得起放得下的这副好身手，在洋枪洋炮面前成了没有用的摆设。这时年纪也大了，再想转行多困难，没人要了，再掂量自己，回乡种地真不甘心。可这些年既没有存饷，也没置办产业，想做点小买卖，手头都没本钱，彻底傻眼。辗转寻思，万般无奈，只好舍下脸来落地卖艺。旧时北京天桥的民间艺人当中，表演飞镖暗器的孟继勇就是广生镖行关张后的事业镖局。这个人的言行倒是很直率坦诚，每当开练之前，热场圆碾子的环节，要给围观者说一段开场白，把自己卖艺的因果缘由做个简单讲述。我是镖行的人，在前清的时候保过镖，如今有了火车、轮船、邮电局，镖行买卖没了。镖行的人不是立场的教徒弟，就是给有钱的富户看家护院。我是拉场的卖艺。天桥还有一类落交艺人，是落魄奇人与失业者的结合体。落交就是满语里的布库。康熙捉鳌拜就靠
就靠在他身边侍卫的年轻布库。八旗编制中专有善扑营者，是拿官饷吃皇粮的正经营生，既可以比武竞技，还承担在宫廷或蒙满亲贵宴席上助兴的表演。清朝灭亡，其人不苦失业，为糊口，一些人就成了卖艺摔跤的把式匠。按剌的一人就是曾经正经学艺，可惜没能学成出科。相声行的前辈老艺人常连安，又时入著名的傅连成戏班学艺，跟马连良同科，两人名字中间的连字就是这么来的。但是男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因身体发育，嗓音变得出众低沉，高腔唱不上去，师傅觉得他成不了才，就把他从戏班赶出来。其他情况有在戏班熬不住，师傅严厉打骂逃走的，有因练功劳损过度早早受伤，筋骨还没发育成熟就落下病根的，因为守国丧1908年光绪和慈禧2天内相继去世这种事儿。京城3年不许有声色欢娱，科班师傅嫌日子太长，正好把这科学徒遣散的，这些等等吧，这些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学艺半途即被淘汰的艺人，自身学艺不到家，没机会登台唱戏，没有正经身份，戏班不承认他们的师承关系，梨园工会更不会给他挂牌。他们从小学艺，没有别的谋生技能，大部分人最后也只能沦落街头卖艺，或者在戏班里打杂活。上述这些形色不一的落魄者合在一起，构成了在乞丐之外江湖艺人的另一半众生相。落地卖艺和流动摆摊的无照小贩类似，也是专门爱去那种人多热闹，同时城管与警力紧张，穿官衣的不大爱管这种鸡毛蒜皮小破事的地方。庙会集市、城关乡、水旱码头，还有类似于三不管的地界的城乡结合部，凡属于这种特征的场所，是江湖艺人最常密集的买卖口。旧时中国京杭大运河沿线，从北京到南京有4个最负盛名的卖艺圣地：北京天桥、天津南市、济南大观园、南京夫子庙。这些落魄者卖艺也有他们典型的生存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之点：得过且过糊弄事儿，把式稀松，傻子多，耍流氓，流氓耍，流氓逛，流氓演给流氓看，下海容易上岸难。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一部思想内涵深厚、社会影响力极大的电影《神鞭》，改编自冯骥才的同名小说，时代背景是清末明初，主人公叫傻二，是个练家子，绝活是脑后边那根又粗又长的辫子。按照电影的台词，从小练武祖传的功夫，好家伙了，拿鞭子当刀枪使唤，指到哪打到哪。电影里的傻二是个大隐于世的武林高人，他平时不显山不漏水，自食其力，安分守己，忠厚老成，淡泊名利，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具备中国旧派武林文化所推崇的一切美德。作者和编导还给这个角色再披上一件民族大义的外衣，让他加入义和团，具备反抗外敌入侵的革命精神，神鞭加秦拳，羊毛子全玩。然而就是这个放射着耀远光环的主角和他那些自信有神功护体的义和团全民，却打不过八国联军。那条被赞誉为我大清祖宗留下的传家宝的辫子，也被洋枪洋炮打断了。全篇结束部分也是高潮，当消失多年的傻二再一次重现江湖，他的仇家忽然发现傻二已经把他那根引以为傲的辫子剪了，还与时俱进地玩起了洋枪，辫子剪了神留着。这句无比经典的台词简直是画龙点睛，强大气场就在瞬间爆发出来，让整部电影在落幕前有了极具升华的意境。笔者又要做一个转折句式，精心创作出来的影视作品不等于真实世界里的状态，人一旦落魄，挨饿受冻，还哪有心思顾得上体面？难。穷困久了依然坚持不潦倒更难。残酷现实面前坦然面对挫败并保持积极乐观精神的强者寥寥无几。当年闯荡河海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人人蓟县，现在虎落平阳落地拉场的性质已经不一样了。如此剧烈的身份落差和心理落差，必然让当事者产生不平衡心态和严重的颓丧失落感。
绝大多数落魄卖艺者很快丧失身上残存的一点豪气，开始破罐子破摔，进入到英穷气短、人穷志短的混日子境界。丢了精气神，没了主心骨，那他练起来的就不是武林功夫，是蒙事儿的花拳绣腿，已属于表演作秀阶段性质的耍把式套路。孟继勇徒弟蒋兴周接受大公报采访，就把这个意思讲得颇为透彻。一天下来得这2钱，也就是凑合着买3斤棒子面蒸窝头。让您说，为的就是这个吗？什么话，真功夫狗屁！你可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让来真格的，你看这有识货的吗？再者说，真要是打伤了，谁管我？犯不上跟这较劲儿，糊弄糊弄就得了。与其很相似的有各种不登正堂的起戏花子调，他们都有这样的特点：悠久的历史，单薄的内涵。外人问您唱的是莲花落，从什么时候有的呀？祖师爷是谁的？回答者可就可劲儿白活了。这个说了，京剧才出来多少年呢？我师父告诉过我这行从唐朝就有了，老祖宗是唐明皇打宫里传出来的。那个说不对，是商朝，是比干丞相为讨纣王发明的。如果提问者改口，那这莲花落你能唱多少整段的呢？这下反应就没刚才那么激动了。因为翻来覆去就那么点东西，里面一多半还是从京剧和评书段子里边借鉴改编，其实就是抄过来的。剩下的一半虽然是原创，可唱词大都是要范式对付师祖卖乖讨巧的词，实在没脸拿出来吹。这种和丐帮要饭属于一个层次的江湖艺人，过的就是有上顿没下顿、颠沛流离的日子，享受不到可以让他排除杂念、专心展开艺术创作的优越环境，可不是只能东操西凑，凑几段不上台的小曲小调，混个窝头档次的开口饭。曲艺这个词是1949年之后才有的，解放前的称呼是杂耍。分文武场，文场的特征就是主要动嘴，就是古书、情调、相声、口技等说唱类；武场的特征是动手动脚，各种所谓硬气功、真能耐的耍花把式。艺人从事这些表演，都有一副故作玄虚的喷口和光鲜热闹的皮毛架子，只能蒙初来乍到的生人和涉世不深的妇孺。明白人对其一针见血的总结就是天朝玩意儿，假把式。但凡这些东西还具备更大的社会价值，也不至于沦落在落地卖艺的地步。艺人都讲究有艺名，正经艺人的艺名和其身份名气以及舞台表演特征都形成衬托。盖叫天、谭大王、石玉坤、麒麟童、孟东皇继先嫁梅兰芳，后嫁青帮头子杜远生的孟小冬等等，响亮脆美，意境风韵，听起来就觉得豪迈潇洒，带出意气风发的强势。江湖艺人也有艺名，大面包、小蘑菇、架冬瓜、呆麻子、二豁牙，风格路线一下就变了，自贬自荐都是透着滑稽与自嘲的混名。这里面用的最多的是傻子，说话有张傻子，耍杂技有程傻子，练硬气功还有长傻子。这位失业镖师孟继勇在天朝也曾被人称叫孟傻子，然而外人都管他叫傻子，也不用躲着背后里叫，可以当面直呼，他的反应就会让人既诧异又伤感。爷们儿，嗓门豁亮点，嗓门豁亮些，刚才您叫我什么？大声点，让他们都听真着了。傻子是吗？嘿，爷们儿，你看得真毒，我就是个傻子。当年但凡能看准道行，悟出世道变了，何至于到今天这等田地？爷们儿也看你面相还是个年轻的后生，往后日子还长久啊！我这辈子傻冒顶了，莫学我。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报刊平媒产业已经发展到相对成熟了，类似于大公报这种报道文风一贯稳健持重的大报社纷纷开设娱乐文艺版面。大公报还创办过一份以刊登文艺、文学和社会娱乐内容为主的副刊，名字就叫文艺副刊。这个时期为响应国民政策在全国大力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很多文艺评论家投入到一个集中抨击旧式娱乐产业的文化运动当中。前文提到的这个猛烈抨击旧戏园子里面环境恶劣、手巾板乱飞的徐慕云和他那篇改良中国戏曲意见书，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以天朝为首的传统江湖艺人四大卖艺圣地，虽然没有京剧戏园里那么显眼，但也没能幸免。
照样被批评家们集中火力抨击了一阵子。大公报曾有一位笔名彭武的作者表示，自己多次到天桥游览，抱怨当地环境混乱，气氛淫乱，无论卖艺者还是围观者，皆热衷追求阿扎礼俗及本质之乐，表演内容极端下流污秽。他在文章收尾部分还给天朝做了个总结性评价：淫杂之地，劣痞流氓出没期间，流氓耍，流氓逛，流氓演给流氓看。这个评价很不客气，还带有几分对底层群体的歧视色彩。他需要从两个角度去看。天桥整体环境确实很杂乱，但不说完全没有一些能严格约束自己，同时功底扎实过硬的艺人。把这里一概说成淫杂之地，语义措辞过于偏颇了。彭武文中所说的本质之乐，是指天朝艺人最常说的荤段子、黄色笑话和各种占便宜嘴的伦理梗。各种三俗表演是彼时天朝文场杂耍表演当中最常见也最受欢迎的部分。今天改良过的电视晚会相声有一类特别俗套的开场白，逗哏说：“今天我们俩给大家说一段相声。”捧哏，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如果谁有机会穿越回80年前的天桥或者天津南市，听落地艺人说相声，就会发现这不是语言的艺术，分明是语言的粪坑。这两人不是说相声，是站在那里散德性骂大街呢。但是围观者大多数听得津津有味，欢声笑语不断，一点也没有不适感，甚至还常常有人起哄加秧子的围观者要求表演者再讲些更拿人的，也就是拿人就是原指吸引人，这里只用尺度更大更刺激露骨的段子吸引人，不拿人不给赏钱。此时的您立即就会产生和彭武相同的感受。造成这个状态不光是官府衙役和警察老爷不大管，还有天朝地带本身的人口素质结构和江湖艺人的竞争需求等等因素。北京在风水方位上一向讲究北贵南贱，天桥是北京南城的贫民窟，东侧更是京城著名下水道龙须沟。这个地方开始繁华是在秦朝末年永定门外修马家堡火车站，铁路取代大运河的地位，成为新的南北大动脉。火车站的作用就是大动脉上的通衢据点，让其周边在交通和经济方面受益颇多。马家堡火车站就是京沪铁路的前身的北段终点站。1902年1月8号，慈禧和光绪坐火车回銮就是在这儿下的车。今天天坛西路北往里走，有条山涧口胡同，过去叫人市，打八岔扛灵活的壮劳力，一早起来6点兰州都聚在山涧口胡同口等活，不一会儿就有俗称把头的小包工头来挑人，铲煤拉水卸车皮扛大包，都是火车站提供的粗笨重劳力工作。零敲碎打的散工工钱给多少，包工头在山涧口挑人时就当面讲清楚，干完活当场给钱。挣到钱的壮劳力再从永定门返回城内，到今天天朝公园西门永定门内大街两边各种铺面买些生活用品和食品副食，然后找个搓澡堂子洗掉这身没渣的，再叫来穷人乐之类的廉价小吃填饱肚子。由此自发形成天桥这个民间集市，下火车的人从永定门进城，造成这一带交通拥堵。因此在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以天桥为总站开设连通南北城的有轨电车，既是全国铁路枢纽，又是北京城内公共交通枢纽，天桥就更热闹了。火车是打外洋来的新事物，不过天桥的基础仅是个火车站经济圈中衍生出来的粗糙的劳动力市场，它是按旧模式存在的。江湖艺人的嗅觉非常敏锐，他们发觉这个地方和庙会赶集一样，能为卖艺提供大流量观众群。庙会和赶集不是天天都有，还要等到节日，而火车站只要还在运营，1年365天，天桥几乎天天热闹不息。于是江湖艺人们改流动卖艺为常驻卖艺，天桥周边的江湖文化氛围就此形成了。天桥提供的大流量观众群就是这些打零工的体力劳动者，
他们是中国底层社会人口基数最庞大、文化素质最低的那个群体，就和烹调的道理一样，给食客做菜不是食材越贵档次越高越好，而是要合乎对方的口味。同理，天桥地区的观众群没有欣赏高端艺术的水准，表演内容的文化内蕴稍微深刻一点，就超过这些人的领悟范畴，没有消化能力。在这里慢译有一反一正的前提，反面是尽量少表演那些需要动脑子思考的内容。您给他讲个比较含蓄的文梗段子，他在现场就没听清明白，为什么能乐出来呀？笑点在哪呀？胸口百爪挠心，百思不得其解。带这些问题回家，他躺在炕上不睡觉，寻思一晚都没琢磨出来。第二天他又逛天桥，那就不会再看你卖艺了。这先生说话忒绕脖子，我他妈听不懂。正面是尽量多表演些那些直白的感官刺激，上刀山下火海，迎枪刺喉，油锤灌顶，胸口碎大石，场面火爆，嚼舌头骂大街，喊爸爸认干爹这个言辞溃耳，不用费脑子想，直接用低级趣味向观众提供简单粗暴的视听刺激。天桥充斥的这些低级趣味当中，艺人最拿手的也是观众最喜欢的，都是成人内容。而在这个地方唱昆曲《牡丹亭》，对牛弹琴无人喝彩，唱黄调18摸，喜闻乐见，欢声雷动。黄色笑话里的笑点都来自人之常情，讲黄色笑话直接挑逗观众的生理冲动，效果极佳。听黄色笑话除了一般的幽默效应，还会获得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快感。而且黄色笑话的接受度最高，它不需要观众具备任何文化素质，甚至都不需要观众有脑子，带着那副能分辨性激素的躯壳来就成了。有一篇古文所描述的事物能够对笔者上述观点提供佐证。90年代中，学生使用的是人教版的统一教材，其中语文课里有一篇口技，作者叫林四环，是生活在明末清初的福建人。这文章写得很生动，但收录讲进语文课上的这个版本被修改过。编审教材的老师删掉了原文中的一句话：遥遥闻声巷中犬啸，便有妇人惊觉欠身，摇其夫语遐事，夫引语初不甚应，复摇之不止，见二人语间间杂，床又从中嘎嘎。口技是一门很典型的江湖卖艺，它还是相声的早期雏形之一。在江湖黑话当中，对相声与单口相声分别叫双春和暗春，口技呢就叫对口相声与单口相声分别叫双春与单春，口技则叫暗春。口技的传统表演形式是这样的：口技艺人身穿长袍大褂，和相声艺人出场装扮完全一样。入大活之前，他先要对围观者亮相，把大褂揭起撩起，故意大幅度在原地转两圈，再走几步。您各位都瞧真了啊！我身上没有什么家伙响气儿，什么都没藏，全靠这张嘴。说到这，还会大张嘴巴吐舌头，嘴里也没藏东西，舌底下更没有。您说什么？让我再把嘴巴张大点，这就最大了，再大就下巴脱臼了。说上这么几句俏皮逗乐的闲话，找热个场子，活跃一下气氛。表演场地是一块直径为1米多的圆圈围绕着几根插在土里的竹竿，就是黑话中的画饼圈里有一副破桌椅，他会把桌椅拿起来展示给围观者，把这些和外面的观众交代清楚，用竹席绕着几根竹竿把这些地围起来，自己走进去，上来先念一首定场诗，再拍琼衰，也就是醒目，入正活。这里面的很多程序都被后来的相声学走了。接下来他开始正式表演，有2个非常重要的秘诀。第一是讲究凡事挂色儿，轻则打个擦边球的小笑话，重则整段重口的黄腔荤调。口技又以不见其人只闻其声，神乎其境如其清灵为表演特征。艺人之前对观众热场时的种种交代，实属于心理学上的暗示与诱饵通过提前制造悬念，已经开始调动起观众的情绪。此时他依靠声音传达的信息，单纯通过听媒
对观众造成的冲击感染力就更加浓郁。正所谓耳听为虚，听觉并不精确的感官刺激。一个少妇站在你面前，让你看见了，那她长什么模样，具备什么气质，一切都固定下来，你对她就不存在延伸幻想的空间。但如果只通过听觉，听到一个正在语夹会试的少妇，就会产生强烈的抽象发散效应，让人浮想联翩，激发出无限延伸的幻想空间。当口技表演加入色情内容，通过听媒渠道给听众的心理与生理带来的双重快感就会更加给劲儿。对于口技艺人来说，以一挂色儿的内容拿人，这诀窍是在他学艺之时师傅言传身教告诉他的，师傅又是师爷教出来的，再往上一直追溯到头，师傅会郑重其事地训导他。孩儿啊，这是咱们这一行的祖师爷开宗立派草创这门营生之时就记出来的传家宝，多少前辈几百上千年留下来的绝活。第二叫编盘扣子编主点，在天朝这地界，甭指望能有多自觉的高素质观众。口技艺人坐在席子圈里边，围观者站在席边外，视线隔挡，非常被动。他自己一入正活，进入状态就什么都不管，跟开火车似的，把所有节目内容一口气都演完，然后再捧着簸箕出来求各位大爷赏钱。这可行不通。落地卖艺，艺人无法约束观众的行为，他演得再好，把观众伺候的再高兴，席子外面里3层外3层全是人，但只要他刚一说收钱，观众轰一下子全散，半个子儿都落不着，这不就白忙活了吗？因此口技艺人不能等演完了再从席子圈里走出来跟观众要钱，而是在表演进程过程当中，既要用节目内容拿住人，别让观众走，要利用节目内容诱导观众，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主动抢着往席子里扔钱。说难并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窍门叫做盘扣子。扣子就是表演内容当中让情节进一步发展或产生承上启下作用，情节发生重大转折的细点。盘扣子就是在预备铺开细点之前，艺人故意放慢节奏，拖延挑逗，吊起观众的胃口。除点就是利用观众急于知道后续情节的欲念，让他们在饥渴难耐的情绪之下主动掏钱。就用口技被删的这句话做解释。当艺人表演到妇人惊觉欠身摇其夫语侠会试夫盈语初不甚应的这个片段，他会在摇其夫和夫一语2个环节故意拖沓磨蹭，无论夫人怎么摇晃，丈夫就是满口梦话，怎么也摇不醒。此时此刻，席子外这些男观众急切地想知道接下来那些更加火爆的事儿，就在现场氤氲着迎欢的氛围当中，他见识了艺人3番5次的磨蹭，不用把这张窗户纸点破，大家都心照不宣了，早就明白这是艺人在暗示咱们赶紧掏钱的，于是纷纷解囊，把零钱铜子从席子上抛进去。席子里的艺人一看目的实现了，扔进来的钱差不多也达到他的心理期待，得嘞，见好就收，不带这瞎磨叽了，赶紧进入之后，两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嘎嘎的重点情节。口技其实还不算是太火爆的，在旧时代的口技表演当中，比这个尺度大的节目有的是。笔者再给诸位讲一个具体的事例。在1949年前，不光是口技、相声、古书，各种小曲小戏里面都充斥着大量色情色彩。其中有个京剧作品叫《仿棉花》，特点是又脏又黄还多。京剧属于仙界，本应该是受政府文化审查管控最严格的高端艺术。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怎么也比封建制的清朝政府要高效。在1927年执政后，最初一段时间也曾实施过相当严密的高压文化专制，但抗战爆发，又紧接着国共内战，前后12年时间，时局动荡混乱，一会儿国民政府，一会儿来日本人，一会儿又是汪伪，城头变换大黄旗，官方对社会娱乐行业的管控就越发稀松失效。
政府管不了，艺人和剧作者就什么歪点子都能想出来，也什么新鲜事都能做出来。仿棉花最开始出现时还只是尺度不算太大的男女调情戏，内容和唱词不算太黄，故事情节很简单，就2个夫妻关系的角色，一个丑角一个旦角。夫张三形骸浮浪，妻王氏水性杨花。张三是个商人，经常出远门，一走数年不归。王氏独守空房，寂寞难耐。某天深夜，在王氏不知情的情况下，张三忽然归家，走到家门口，隔着院墙听到王氏正唱思春艳曲，于是他故意挑逗，想看看王氏作何反应。因夫出贸易3载未归，一日在家纺棉花，觉一缕春意，勾人情思，颇有按耐不住之事，遂以度取浅情。时是其夫做客归来，在门外私听，且抛金入，以示其心。父虽为所动，乃开门招至今者，不亦即其父张三也。就在1937年到1949年这段时期之内，该剧被多次改编，具体有多少个版本谁都说不清，只知道随着改动幅度的加大，不断往里头添料，后续版本就越来越黄，风格也变成四不像的时装剧，而且不同版本故事情节与主要角色设定都不一样，还出现了有3个人物角色的版本。在2人版本里，张三和王氏虽然还是夫妻，但演员扮相一个是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不像人，也就是花花公子，一个是穿高叉旗袍烫鸡窝头踩高跟鞋浓妆艳抹的舞女交际花。张三采取的是挑逗方式呢，是扔东西，又是往院里扔砖头，又是扔小营地，还小营定啊，还扮作隔壁老王的嗓音，我给你弟妹添温暖。王氏对此也做出不同的反应，看见扔进来的是砖头，就破口大骂是哪个挨刀的流汗顽童；看见是营定，就打探这是哪位知心疼人的老爷。一听老王来送温暖了，顿时心花怒放，哥哥你岂不早知道那个死鬼他不在家？这2个演员通过你来我往的对白，唱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类黄段子和歌曲，在有些版本里面居然还穿插着日伪时期东洋之花李香兰唱过的几首流行歌曲。抗战之后已被列入禁歌。在3人版本里还多了一个人物，就是身为奸夫的隔壁老王。故事情节也有所改动，张三想模仿老王嗓音试探妻子，万没想到老王此时就在自己家床上正和王氏偷情，屋外这位是谁在学我呀？之后加入张三作奸，张三与老王拜把子论交情，献妻得子等内容。表演时要看情况，如果这场的演员都是色迷，那么就演尺度最大的3人版；如果在比较有档次的演出场合或者观众里妇孺略多，那就演尺度比较收减的夫妻调情版。到1948年前后，因为在内战战场接连遭受重大失败，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以及岌岌可危行将倒台的政府已经完全够不上对娱乐界的审查。类似仿棉花这种极端露骨的色情娱乐作品，已经发展到能在社会上肆无忌惮流行，甚至灌制唱片对外销售的地步。在老舍茶馆的第3幕，老派评书先生邹复远对师弟魏复喜说一句牢骚话：父亲，咱们呐就是让这些流行歌曲跟仿棉花给顶垮了。还有很多解放后名字如雷贯耳，已然身披德艺双馨、人民艺术家光环的梨园名伶，在解放前为混口饱饭吃，或是不得不屈从戏霸淫威，也唱过这出戏。其中一些人还灌过录唱片。江湖艺人很快注意到这出黄色京剧，觉得很拿人，就把它改编成相声、古书等黄段子，其中也有口技。口技艺人做改编时，重点放在王氏唱曲和张三抛物侍妻这2个环节，特别是后者，其动作正好和引诱观众往席子里扔钱的盘扣子招数高度相似，几乎完全贴切。艺人利用这个特点，可以对观众制造明显代入感，就让他们充当张三，与观众形成即时互动。笔者粗略讲一下口技艺人表演3人版时的开头部分。上来先是王氏念白：我王氏配夫张三是个小买卖人，也不是铜匠，也不是铁匠，是他妈的一个银匠。
娶了我3天，这一去3年不曾归，也没有音信捎回来。我去年6月替他养了个儿子，以为与他人通奸所生。我母子每日纺棉花度日，看今日里天气晴和，不免纺棉花罢了。哎呀，我今天纺棉花纺得高兴，与其不如我唱一个小曲，你们老爷们听听。口技艺人模仿王氏的这段开场念白，其实就已经开始对观众放钩饵。最后这句与你们老爷们听听，是对旗子外的观众说的，诱导观众做出回应。如果观众反应强烈，好啊，赶紧唱啊，纷纷起哄，那么艺人进入下一个环节。如果观众们反应冷淡，艺人会继续模仿王氏诱导他们。怎么也没人理我，老爷们是听还是不听呢？复述这1-2次，再头脑木讷的观众也被艺人勾上钩了。接下来，艺人在席子里模仿王氏唱尺度越来越大的黄色小调，观众在外面充当炮务的张三，前者会以前厨老辣的演绎，不断诱惑后者往席子里面扔钱。一个黄，一个脏，构成天桥的主色调。这地方没有知道做艺分寸，连骑马的社会公德原则啊，坚持管束自己，杜绝脏活的艺人呢，杜绝荤活的艺人呢，当然有，而且有一些响当当的名家是从这个樊城堆里摸爬滚打，实实在在走出来的，但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绝大部分是苟且度日的一群人。形成这种风气有个主要原因，即艺人之间竞争加剧造成的。彼时天朝艺人的生存环境，笔者用8个字来做个总结，那就是野生世界，动物凶猛。天朝卖艺场子的中心区并不算大，今天天桥南大街的东侧有北京自然博物馆，博物馆斜对面与天桥南大街相交的是东西走向的北纬街。民国初年北京修有轨电车时，天桥是总站，北纬街的南侧不仅有停车的站点，还有一段供电车掉头的圆形轨道，俗称大转盘，周围人流最为密集。大家都注意到这地方一年到头热闹，就跑来附近卖艺。天朝南大街与北纬路交接这个丁字路口的西北角附近，当时有家叫天乐剧场的戏园，没起梁铺瓦的好房顶，凑合着用铁皮铺了一个棚子，非常简陋，和大石蜡与宣南的正规戏园没法比。如今就是郭德纲德云社的老剧场，以天乐剧场为原点，向正西正北方各延伸约300米，形成的这块四荒地就是卖艺场子的核心地带。由此向南直到天台西门，向东直到天台西路把口一带。虽然路边也常有些落地艺人，但距离核心越远就越冷清。这么大的一块地界，但是艺人越来越多，全削尖了脑袋往这里面扎。按耍车把式的老艺人金叶琴回忆，最多是有600到800艺人在这里讨生活。随着空间资源的紧张，艺人之间的竞争越发激荡。卖艺场子的环境气氛完全像一个城乡结合部的贸易市场，落地艺人如同摆摊的小商贩，一个接一个，鳞次栉比。一方面，落地的场子不是官供艺人专享使用的，而是谁的能耐大，谁能用。我今天犯懒不想出摊，这场子就让别人给占了。我今天家里有事，惦记早点回去，离太阳下山还有3个钟头，我就收摊了。前者刚走，后者立即让别人占了。而且这块地界还是烙明地，意味着这场子有使用费，要向经营这块明地的摊主奉上孝敬钱。另一方面，逛天桥的观众也像逛集市市场，除少数简陋棚屋剧场外，就是个开放空间，总把光花随便瞧随便看，而且主动权始终在他这方面。你觉得谁的表演好就看谁，他愿意舍钱才舍钱。这种环境特征就如同一地的江湖艺人相互之间处于激烈的竞争状态，极度强调江湖艺人拿人的本事。首先是快，咱俩说相声耍贫嘴的技艺，你用4秒钟能把观众逗笑，我需要4秒半，就比你慢半秒。但观众钱已经扔给你了，到晚上收摊，你有钱买窝头，我就得饿着。其次是棋，我今天出摊往两边一瞧，左边是个耍狗熊的，右边是个耍飞刀的，坏了，今天真倒霉。论场面阵势，左邻右舍都比我抢眼，傻老爷们多的是。
瞧哪都看得见，狗熊可不是满大街都有的。今天我跟狗熊挨一块，人家肯定先去看狗熊，就没人瞧我了。但这是烙名地，不管赚不赚钱，都得向把持这块场子的摊主交份钱。如果今天不能把狗熊的风头压下去，就意味着不仅不挣钱，还得往里倒贴。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出奇制胜。什么样的奇招能让我把被狗熊夺走的人员再抢回来？能让我把观众从熊掌当中吸引过来呢？狗熊会卖蠢，能卖萌，还会钻火圈憨态可掬，这4个字是他吸引人的地方。我不如他，但是他不会撩拨男观众的兴趣，畜生就这点不如我。思来想去，就黄段子管用。接下来我就扬长避短喽。这就是天朝艺人所处的残酷生存环境，完全是一片原始森林。他们如同野生的动物，只能采取最现实的手法展开竞争。做艺讲原则，收摊没钱折。这一天下来，要是挣不着钱，连杂和面捏的窝窝头都吃不上，什么道德义德，在生存2字面前全都是扯淡。在这个地方，别让自己饿肚子，才是得到最广泛认可的真理。形成这么一种极端现实的江湖世界后，所产生的副作用就是出现了一个以江湖艺人居多、以江湖习气为主的独特人际圈子。这个圈子表现出浓烈的封闭性，用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解释，就是出身阶层与社会身份固化。江湖艺人长期浸染在江湖圈卖艺，他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江湖人、江湖事、江湖规则、江湖话。除此之外，接触不到其他的社会资源，更接触不到比他所处的阶层更高层的那些优质社会资源。反过来，其他阶层，尤其是高阶层的人，也会用另类眼光去打量这群江湖人，用带有个人偏见的评判准则定位这群江湖人。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让他们下海容易上岸难。一旦沉落到江湖艺人的阶层，想再翻身从这个穷窝里挣脱出去，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这是个更加残酷的事，因为它断绝了人活在世上最起码的精神支撑力、希望。科举残不残酷，考大学残不残酷，都跟底层江湖社会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不一样。科举制度和高考制度尽管有种种弊端，却是能得到全社会承认的通途，尤其得到上层社会首肯的正道。再难走也能给底层群体提供改变其命运的晋升之道。别看范进中举的故事经常被拿来作为对科举制度的讽刺解读，但范进中举之后，其命运和社会地位立即就改善了。老丈人胡屠夫当众做忏悔，虽然是我女婿，但今天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高等级的戏曲艺人虽然不通过科举走仕途，但他们身居仙界，有更多的通天之路。相比之下，唯有江湖艺人这个圈子永远在最底层，找不到任何向上攀爬的途径。而且当希望永不存在时，受累受难不止他这一代人，而是子子孙孙都如此。相声前辈马三立的家庭境遇就是个典型。马三立是他的艺名，本名叫马贵福，在家里行二，上面还有个亲哥哥马贵元。他父亲是相声八德里的马德禄，在20年代北洋政府当政时期，得到过天津南市烟乐剧场经理孙少山的重用。名家李德商有机会在剧场演出，马德禄就给他捧哏。因为这个原因，烟乐剧场每月给马德禄发40块大洋的包银，相当于按月领工资。40块大洋对于梅兰芳那种大牌京剧名伶不值得一提，但对于马德禄这种常年落地的相声艺人，就是难得的抬举和稳定富足的收入。马家过上了小康日子，马德禄的心智很高，他供长子马德元读天津商科学校，供次子马德福读著名的汇文中学。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改变后代的社会地位和命运，尽量让自己的孩子往上层社会走，哪怕是当商人也比当艺人要强。但马德禄的种种努力在马贵元身上就失败了。别人家的孩子读商科学校，人家的父母又认识银行经理，又认识洋行买办，孩子学成了想尝试经商，父母很容易动用自己的社会人际资源，给孩子提供最佳发展平台，保证他的事业快速起步。马家有什么呢？马德禄是说相声的，他平时打交道的人除了说相声还是说相声的，都是
曲艺行的人，好多混的还不如他呢。这的人脉资源无法给儿子提供经商方面的任何裨益。马桂元学商却没有施展平台，只能继续说相声。几年后，马德禄故去，马德元染上毒瘾暴亡，马家家道中落，马贵福辍学，只能以马三立的艺名重新开始在天津南市落地说相声的家传本行。苦海无涯，穷困相传，回头是岸，有岸难登。以上这些从地域上看都是清朝北京天桥尤其侧重旗人的故事。想必很多人会边看边质疑，北京旗人的娱乐文化活动不能代表当时全中国的娱乐业吧？天桥一地的氛围也不能代表全国的江湖社会，是不是应该换一换视角？那么咱们不妨先看看下面这段文字这已经到211页了今天已经读了2个多小时那先到这儿这个都已经要放学了，我还得先管我们家女儿的饭呢。OK， 好，以上明天继续这里是大妈的多重宇宙这个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OK， 明天继续。以上欢迎大家订阅大妈的多重宇宙。